魏无羡看着这一家人，握紧拳头，我下不了手，蓝湛，我好没用。突然就哭了。蓝忘机直接抽出碧尘杀了江风眠和于子渊，我下。魏无羡扑到蓝忘机的怀里，痛哭出声。温若寒，行了，这2个人我带走了，让他们和金子轩作伴去。小古板，以后有什么疑惑直接找我，别信流言啦。众人回了云深，蓝启仁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，好好跟忘机过日子，以后什么事有我。魏无羡有些哽咽道：叔父，饭菜能不能改一改，太难吃了。蓝启仁邪魅一笑，安排。温情举着刀，看着昏迷过去的魏无羡，他虽然真的很想知道换丹到底可不可行，可是他不想毁了面前这个少年。霸道总裁附身，温情表情一变，直接把刀扔了。霸道总裁发力，温情的脑海中还是出现了很多未来的事情。温情一声吼：温宁，把这玩意儿给我扔出去。温宁愣愣道：姐。温情邪魅一笑：听我的。温宁犹豫道：可是，魏公子。温情，别说过，听我的，把他扔出去，不用管他。温宁背起江婉银，刚走了半步，又回头，扔哪里？温情摸了摸下巴，扔大街上，人多的地方，乞丐窝也行，随便。温宁，好。任劳任怨地背着江婉银来到了夷陵最大的乞丐窝，看着乞丐们恶狠狠的表情，吓得他身体一颤，直接把江婉银小心地放到街头，就跑了。老乞丐凑近，用脏兮兮的手捏紧江婉银的下巴。这小子长得真不错。另一个乞丐道：你看他手上看起来有一个很值钱的东西。因为江婉银失去了金丹，他手上的紫电直接进入了半睡眠模式，竟然被乞丐们很轻松地拿了下来。有一个年轻一点的乞丐道：老大，他长得真不错，能不能玩玩？几个乞丐对视一笑，直接抱起江婉银进了胡同深处。温宁回来之后，看着熬药的温情，犹豫道：姐，怎么办？指了指因为麻药还在昏睡的魏无羡。温情挑眉，喝他脑子里有水，我要给他一剑清空。温宁懵逼，水？喂，公子，脑袋里怎么会有水？温情扯起嘴角，就是有，不过过了今天他就没有了。把熬好的药交给温宁，给我把药给他灌下去。温宁闻着药味，这药治什么的，他怎么闻不出来？不过温宁相信温情，也没多问，不过不是灌下去的，而是温柔的给喂进去的。半天后，魏无羡悠悠转醒，茫然的看着温情和温宁。温宁，魏公子，你怎么样了？魏无羡指着自己，我叫魏公子吗？我的脑袋里什么都没有。温宁震惊的看着魏无羡，拉了一下温情，姐，魏公子。温情得意的笑了笑，你不叫魏公子，你叫魏婴，魏无羡，是我的弟弟。魏无羡疑惑地道：姐，那姐姐叫什么？还有他呢？温情，他是你弟弟，我温情，他温宁温琼林。魏无羡，为什么我跟你们姓不一样？温情，因为你是我家收养的。好了，听我的，现在你好好养身体，养好了，我们去岐山。魏无羡也不知道岐山不岐山的是哪，直接点了点头，又摸了摸肚子，姐姐，肚子饿了。温情瞥了一眼已经开始怀疑人生的温宁，阿宁，给你哥弄饭去。温宁后知后觉地点了点头，嘿嘿，魏公子变成他哥了，好开心。温情回到了检查寮，看到了那2个骨灰坛，有些烦躁的一脚踢翻。温格，你去把骨灰扬了。温格，阿晴。温情，听我的。温若寒有些茫然地看着被一脚踢翻的大门，看着面前这个女子，这是温情。温情邪魅一笑，我要当宗主，你快收拾收拾，把位置让出来，以后就做我的左护法。温若寒，他闭关10几年都没过这么好玩的笑话了。无奈道：晴丫头，口气不小啊。温情掏出银针，来战，谁赢听谁的。温若寒战意涌动，好，冲了上去。片刻后，浑身都是银针，疼的脸都变青了。行，以后你就是宗主。温情的意道：行了，左护法，走吧。温若寒疼的脸色有些狰狞，你先把这些针拿下来。魏无羡小声道：姐姐，他好像刺猬啊。阿宁，你说是不是？温宁张大着嘴，愣愣的点头，
他姐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霸道总裁系统，因为我。温若寒委屈地跟在温情后面，然后把所有温家人强制召回了岐山。温情直接开了仙门大会。蓝忘机坐在蓝家方位上，一眼就看到了，看着他眼睛亮晶晶的魏无羡。魏婴无事真是太好了，他去过云梦，可是里面空无一人。温潮他们被召回温氏了。温若寒道：以后我不是温家的宗主，温情才是。温情直接挥了挥手，没错，以后温若寒是我的左护法，魏无羡就是右护法了。